Brooks Glycerin Max 中文称为超级甘油，是 Brooks 最新推出的顶级缓震跑鞋。Max 呢，则是代表2层的含义。第一就是45mm 的中底厚度，达到顶级的缓震效果；第二，则是更强的滚动性。如果你对中底缓震有更高的要求，同时也要更轻松的滚动过渡，今天你一定要认识这一双 Brooks Glycerin Max。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事先声明，我手上的 Brooks Glycerin Max 是 Brooks Malaysia 提供给我测试使用的，但在影片中所有的心得和感想都是在没有任何外界预设立场之下所制作的。首先呢，第一个印象呢，这双鞋子真的是很大双，不是普通的大，而是非常的大，而且鞋子的中底厚度超级厚，后掌的厚度呢有45mm， 前掌的厚度有39mm。其实我不敢相信这么大双的鞋子穿起来跑的时候感觉是怎样的。我本身是没有穿超过40mm 的厚底跑鞋的，最多也是40mm 的厚度的跑鞋，也就是国际田联所设下的最高上限。那这一双 Brooks Glycerin Max 呢，已经打开了我对缓震跑鞋的认知。那如果撇开跑步不谈的话，这一双鞋子的颜值真的是很可以。这双鞋子的颜色，我一看见，哇，就马上爱了，就好像当年我看见我的另外一半的时候，哇，恋爱的感觉就来了。而且它非常的适合穿去旅行走街，我看我接下来的旅行都会穿它去。除了美，它也实现了我接近180cm 的高度，我本身只有173cm， 加上这一双鞋子的45mm， 那也就是接近5cm 的话，我突然间就长高了，接近了178公分。那我觉得这双鞋子介绍到这里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开个玩笑罢了，拿这双鞋子对比最近开箱的 Brooks Hyperion Max 2精训跑鞋，是一双适合速度训练的跑鞋。这一双鞋跟这双鞋的尺码是一样的，可是这2双鞋子对比起来，你可以明显看见 Brooks Glycerin Max 的区别。它真的是大很多。一开始我以为 Brooks Malaysia 发错了尺码，因为这双鞋子跟这一双鞋子的 size 真的是差很多。不只是鞋子大哦，就连鞋盒也大很多。我给大家看看，这一个是最新的 Brooks Glycerin Max 鞋盒，这个是旧的 Hyperion Max 2的鞋盒。所以你看一样的尺码，可是你看 Brooks Glycerin Max 的鞋盒已经大了整两寸多诶。所以这双鞋子真的是给我来说真的是巨无霸。可是当我脚穿进去的时候，它的尺码却是刚刚好的，所以是非常合脚的。那这一双 Glycerin Max 呢，我认为它的鞋楦呢是偏宽的，非常适合正常或者是脚宽的人。那鞋面用的是3重提花工程网布，加上扎实的用料，整体来说穿着非常的舒适。说句实话，这一双鞋穿起来真的不像跑步鞋，因为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这一双鞋的包裹性也非常的好，这一双鞋的鞋舌跟鞋领呢的海绵也做了特别的加厚，所以让整双鞋子穿起来就是2个字：舒服。可是另一方面呢，因为鞋面的用料比较厚，导致透气性就不太足够，无法跟竞赛跑鞋相提并论。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么炎热的地方跑步，穿久了就会有一点闷热的脚感。这一双鞋子最大的卖点就是它中底的发泡棉，除了我在影片一开始说的45mm 的厚度， Brooks Glycerin Max 的核心科技就是它的全新碳气中底 DNA Tune， 其实就是双密度的中底，一块中底有2种脚感。那正如大家看见的中底白色大分子的颗粒加上绿色小分子的颗粒组合，透过不同的材料组合达到缓震回弹和稳定的保护。那通常一般的跑鞋呢，双密度的中底呢都是2个模具，一片密度比较大，一片密度比较小，分别发泡出来，然后再粘在一起，通常分为上下层。而这一双 Brooks Glycerin Max 的中底呢，则是一体成型的，没有所谓的上下层。不同的部位呢，那就比如说白色和黄色的密度都有所不同。听起来这个科技可能是比较创新和有难度的。虽然说中底没有任何的碳板或者 TPU 来到加固，可是这一双鞋子的中底侧墙做得特别的高。中底的中足部分呢和后掌的部分呢也做得特别宽。那在中底的加宽的设计，增加触地的面积，提升了跑步的稳定性。
那后跟的海绵呢也是特别的扎实，所以穿起来特别的稳定，支撑性也不错。那脚踝的锁定更好。而且影片的开始就有提到，后掌的厚度呢就有45mm， 那前掌的厚度呢则是39mm， 那波长是6mm。那缓震的效果可以说是我穿过的跑鞋当中是最好的，下脚的时候可以吸收所有的冲击力。那这一双 Brooks Glycerin Max 搭载了 Glide Roll Rocker 滚动技术，所以让这双鞋子的滚动性更加的流畅。跑步起来会觉得这一双鞋子是想要带动你向前行的。那我手上这一双 Glycerin Max 的鞋号呢是 US 10.5， 也就是 UK 10.5。那这一双鞋子的重量呢来到了328g， 可以说是我穿过最重的跑鞋，没有之一。待会我就会聊到我试穿的感受，到底300克穿在脚上跑得动吗？可以跑吗？那这双鞋子的大底前掌呢，使用 Root Track 的橡胶，非常的耐磨。后跟呢就使用 Herhue Rubber 高性能的橡胶，我觉得抓地力更加出色。那实测起来，在湿地上也不会打滑，耐磨性的表现也非常的好。那这一双鞋子我已经穿超过50公里，可以说没有看见任何的磨损在它的那个橡胶大底。所以这一双鞋子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说，它是非常的耐穿，而且它的大底也非常的厚。那在这边我就要说说我的试穿感受。我本身身高是173公分，体重72公斤，因为新年期间所以长肉了，从原本的70公斤长胖了2公斤，唉，真是伤心，看起来又要启动我的减肥计划。那这一双鞋子实测下来呢，我总共跑了1次的轻松跑10公里，和1次的节奏跑，配速从4分半到7分左右。然后还有1次的长距离训练32公里，平均配速是5分3秒。现在呢，我人在布加加的达达兰瓦里山，今天要做一个长距离慢跑，大概是30公里这样，或者是30多啦，因为要迎战这个首尔马拉松嘛，在3月中，所以这一次我也穿上了这个全新的 Brooks Glycerin Max 缓震跑鞋，希望我的30K 的这个长距离可以舒服的完成啊。完成32K 长距离，然后我们前面的配速呢是大概5分半51多左右，然后到25左右我们就开始拉到4分半，然后到41多，然后我总共跑了32公里，穿这一双 Glycerin Max。我觉得体感来讲呢，到41多的时候哦，这双鞋子它的速度提不上来了，因为它是一定有重量的，可是它的滚动性是有啦。只是我觉得它可能因为它的重量一个鞋子300多 gram 嘛，所以当你要提高那个速度的时候，它会拖着你的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鞋子如果跑5分以上的话，我觉得是蛮舒服的这双鞋子，因为你踩下去哦，它会感觉到很像披露这样，枕头这样软，好像软糖这样。所以整体的感觉，其实这双鞋子是非常舒服的。如果你是追求速度的话，这双鞋子可能差一点点，可是如果你是追求舒适性的话，我觉得这双鞋子非常适合你。那 Glycerin Max 的中底缓震深不见底，以我的体重来说72公斤，即使在高配速的大踩情况下，还是踩不透它的缓震极限。那中底的抗衰减能力呢也非常的强，跑了32公里的距离也没有感受到任何的衰减，感觉它的中底就是在挑衅你，你有本事的话你就来踩穿我。那这一双鞋子为了给这个夸张厚度的中底带来稳定呢，那中足的部分呢也做了特别的宽，侧墙呢也特别的加高，在实际的跑动当中呢，稳定性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一般来说呢，中足的部分呢，如果太宽的话呢，就会失去一定的灵活性。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Brooks Glycerin Max 的做法呢，就是增加前脚掌的大弧度。那这种大弧度呢，在以往的顶级缓震跑鞋当中是没有这样的设计惯例的。那正因为如此呢，即使是如此厚和如此宽的中底呢，它的滚动性呢也是非常的
的流畅自然的。那好像我刚刚影片有说到的，这一双 Brooks Glycerin Max 的中底呢是一体成型的，就是说它没有分所谓的上层和下层。那这双鞋子的不同的部位呢，就比如说白色和黄色的，它们的密度呢都有所不同。那听起来这个是比较创新的科技，所以我也是怀疑这个科技呢导致这一双鞋子在生产的成本呢有所上升，也导致这双鞋子的售价也比较高。那这一双鞋子呢，在马来西亚的价位呢是马币899令吉，那这个价位已经接近了那些顶级的竞赛碳板跑鞋的价位。可是呢，这一双鞋子在我实测试穿起来呢，尤其是在我的长距离训练当中呢，我觉得它的回弹力是特别好的。就比如说大多数的慢跑鞋呢，我是不会穿去长距离的，像超过30公里以上的慢跑。那因为慢跑鞋的性能不够好嘛，那跑到后面都会累，所以也特别的费力。那这一双鞋子我实测30公里的长距离下来，虽然说它的重量呢是偏重328g，到后程呢肯定会增加一点点的负担，可是幸亏它的回弹力够好，然后它的缓震效果够好，所以没有任何衰落的征兆，所以到后程以后反而跟我省了不少的力气，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踩在一大块的枕头上pillow上面，所以非常的舒适。那接下来呢，就来说说这一双鞋子的适合族群。那首先，我觉得它是我穿过所有缓震跑鞋当中毫无疑问最顶级的级别。我认为这一双鞋呢，更加适合那些寻求舒适性多于速度的跑者。毕竟不是每一个跑者都要追求速度，都要追求快的。那有些跑者更偏向于我要跑得更加的舒服，脚的感觉要更加的好。那这一双鞋子呢，是可以让你很舒服的跑完一场全马。在缓震的方面，在舒适性的方面，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那我就打一个比喻，今天你想要开车到400公里以外的地方游玩，那你的车库呢就有2辆车，一辆是 Toyota Alphard， 然后一辆是 Ferrari。那这2辆车你会怎样选呢？那有些人想要速度与激情，那他就会选择 Ferrari 哦。那有些人呢就会想要舒适性啊，要坐的比较舒服的，就会选 Toyota Alphard 咯。那这一双 Glycerin Max 呢，就像我所比喻的 Toyota Alphard， 虽然大辆，然后又重，然后速度又不是很快，可是你坐进去却是舒服的，然后缓震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今天你不跑步的话，这一双鞋子你穿去通勤、旅行也是非常的适合。因为通常旅行就是少不了走路，一天少都可以走上2万步啊，不夸张的哦。那如果你的鞋子缓震效果不好的话呢，旅行走路也可能会是一个痛苦。那这边脚可能会痛啦，那边脚可能会酸啦。还有忘了给大家看看鞋盒上它的标明哦，是有特别写，我不知道大家看见没有 ，Run and Walk。所以这一双鞋子就是说，你就算不拿来跑步的话，你拿来散步走路也是行。所以到最后还是要看大家追求的是什么类型的生活，是速度与激情，还是舒适与稳定。那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不自己去体验一下什么叫顶级的缓震跑鞋，你就不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舒服与稳定。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你可以到你邻近的 Brooks Malaysia 的 Outlet 去试一下这一双鞋子，我真的是没有骗你，非常的舒服。那总结来说， Brooks Glycerin Max 呢是一双适合日常慢跑堆跑量的顶级缓震跑鞋。整体的缓震效果特别的好，脚感软弹，滚动性流畅，中底抗衰减的能力也非常的好，舒适性更是无话可说。但是呢，就是受限于这双鞋子的重量呢超过300克，可以说是蛮重的，速度可能会带不起来。我建议5分以外的配速穿着。如果你是在寻找一些舒适性的缓震跑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试这一双 Brooks Glycerin Max， 它肯定不会让你失望。那这一集的影片开箱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按 Like、Subscribe and Share， 我们下期见，拜拜。